欢迎来到进转全球，我是吴彩妮。刚刚看到影片是英特尔今年2月份在一场营运说明会上的桥段，看了有一点点让人满头问号。这也可以说是英特尔现在6神无主、迷失方向的写照。执行长基辛格他上台了3年，当初夸下海口的目标都没有什么进展，现在员工跟股东真的是笑不出来了。英特尔不止最新公布的财报很不理想，而且公司还宣布要大砍资本支出，并且要准备裁人高达上万人。这个人力需求持续旺盛，那不久之前才上修资本支出的台积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就显示，即使英特尔获得美国政府的万般宠爱，拿到了最大一笔85亿美元的晶片法案补贴，这一家美国晶片大厂的营运还是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更不乐观了。财报公布之后呢，英特尔的股价暴跌高达了2成，或许是因为裁了这么多人，最该检讨的 CEO 没有走。投资人不相信这样就可以扭转乾坤，对英特尔也就不抱期待了。而爱说大话的基辛格呢，打包的时间到底是不是已经开始倒数了呢？我们来检视一下英特尔在台北时间今天凌晨公布的财报，一共可以整理出5个重大的利空。首先是英特尔第2季的营收跟获利都是低于市场的预期，那这一季的财测呢，同样也让人失望。更让人担心的是，英特尔还宣布要大幅的减少开销，今年跟明年的资本支出都砍了不少。企业要是不愿意花大钱投资，那就很难拉近跟其他竞争者的差距。英特尔这么做的话，恐怕会让自己陷入恶性循环，落后其他同业越来越多。而且作为削减成本的一部分呢，执行长基辛格也在财报公布了之后，寄给员工一个备忘录，预告呢要准备裁员15000名的人力，相当是员工总数的15%，其中大部分的裁员会在今年底之前完成。最后一个让投资人感到很失望的是，英特尔也要从第4季开始暂停发放股利了，这是32年来头一次这么做，一直要到呢现金流有明显的改善才会重新的发放。我们刚刚有提到，英特尔已经大幅缩减了资本支出计划。我们进一步来看调整的幅度。那今年的部分呢，最新公布的资本支出金额是介于250到270亿美元，比先前预估的减少超过了2成。那明年的支出规模呢，缩水了17%左右，金额是可能介于200到230亿美元之间。再加上了营运还有其他方面的支出，英特尔明年的花费预估会减少超过100亿美元，也就是3300亿台币。这么大动作的减少支出，也让外界质疑英特尔向艾斯摩尔所预定的 EUV 设备还买得成吗？而至于在财报跟财测的部分呢，英特尔上一季的营收大约是128亿美元，每股纯益是来到了 EPS 0.02美元。从画面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都比市场预期要来得差。而英特尔本季营收的预测是125到135亿美元，也比外界的预期又低了一点点。那因为技术落后的关系，英特尔一直都没有办法享受到人工智慧 AI 的商机。我们看到蓝色这条线是英特尔，它跟黄色这条线是台积电 ADR 的股价，今年以来的走势真的是天差地远。可以看到呢，2条线是形成了一个喇叭的形状，代表差距越来越大了。台积电 ADR 的股价虽然最近是短线回档，但是截至美股星期4的收盘，今年以来的涨幅还是到了5成以上。对比之下，英特尔跌了超过4成，它的表现在费城半导体指数30档的成分股当中名列倒数第2。我们再来看到是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再度进入了大调整期，让利差交易平仓的浪潮是越演越烈了。再加上 AI 热潮快速的退烧，引爆了科技股的跌势，让亚太股市今天全面的下跌。领跌的日股更是创下了1987年全球股灾以来史上第2大的单日跌幅。日经225指数呢，今天是狂泻了2000多点，中场下跌了5.8%。那从星期3日本央行决议升息之后，这2天的跌幅是2011年3.11大地震以来最惨烈的跌幅了。那东证一部指数也从7月份的高点拉回修正了超过13%，步入了修正期。而台湾、南韩到亚太其他的股市也都没有逃过剧烈的卖压。
过去2周，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许多次，全球的资金正在展开大迁徙。在过去几年，市场最拥挤的利差交易是介入几乎零成本的日元，去买进美元或者其他高收益的资产。但是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转向预期，让利差交易的风险是卷土重来了。尤其是本周日本意外的升息，而且今年之内可能还会再升。但是美国的联准会却暗示，最快在9月份就会降息了。日元的汇率是急升到149日元对1美元的4个半月来的新高，这就加剧了利差交易平仓潮，也让这一波平仓潮的影响持续的扩大。那日元短线急升，在1个月之内就从160对1美元以下拉升到150以上，甚至不排除会上看140对1美元。不止造成了全球的市场动荡，也让哈日族是来不及接招的。台湾的代购业者就觉得很后悔，当初没有在低点的时候多换一点日币。手绘图样搭配华丽色彩，举起右手象征招财进宝。这只来自日本的招财猫大约1万元台币，不过未来可能会涨。它的价钱在日币跌下来的时候，它的定价已经涨过一次了。那所以它等到日币再上来的话，势必这个猫的价钱可能价钱到1-2千以上吧。库存卖光，等到下次进货，业者不排除调整价格，因为日本宣布升息后，仅1天时间，汇率就从0.21重返0.22。后悔没有先换起来啊，因为不知道怎么突然暴涨那么多啊。之前我们也是一样，觉得日币会跌，已经换了一些啊，结果哪知道日币又跌，怎么知道未来会不会日币一直上来嘞？所以其实还是暂时以保留说。进多少货换多少钱？日元涨多凶，看看走势。上个月11号，台银现钞卖出价0.2047，创下34年新低之后，虽然慢慢走升，但7月30也还能看到0.21字头。但隔天日本一宣布升息，日元汇率重返0.22，拿5万新台币兑换日币，不到1个月差了19000多元，相当于2张迪士尼门票。近期有打算去日本玩的民众，专家提醒，日元的甜甜价现在只剩6分甜，要换动作要快。目前看起来日元的话，有机会就去挑战150块日元的一个大关哈。那一旦这个价位升破之后的话，不排除甚至有机会去挑战145块日元。今天新闻国家郑鹏宇周采访报道。好，接着要带您看到，苹果也公布了最新的财报，上一季的营收跟获利再创新高。执行长库克更是频频的展望接下来 AI 会带来的巨大换机潮。不过在财报公布之后呢，苹果的股价表现却是相对的平淡，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苹果的财报数字，截至今年6月份为止，年度第3季，苹果的总营收达到了857.8亿美元，打破了历年来同季的记录，而且扭转了前一季的下滑，是过去7季以来第2度出现了成长。那苹果上一季的 EPS 每股纯益是达到了1.4美元，也创下了同季的新高，而净利的金额是214.5亿美元，年增接近了8%。跟营收一样，都比市场预期的要来得更出色。另外，包括了 App Store 还有 Apple TV 这些串流服务的服务事业呢，上一季的营收再度出现了2位数的成长，达到了242.1亿美元，持续的改写历史的新高。而且，服务事业占总营收的比重呢，已经接近30%了，成为苹果主要的成长动力。那相比之下，苹果一直以来的金鸡母 iPhone 上一季的营收虽然超过了市场预期，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呢，还是下滑了接近1%。华尔街的分析师现在正在观望，预计10月份上线的苹果 AI 功能 Apple Intelligence 到底能够激发出多大的换机浪潮？前面几个数字都比预期来得好，但是还是很难掩盖苹果在大中华区惨淡的营收表现。上一季在大中华区的营收呢是年减6.5%，而分析师原本预估只会减少不到3%的。之前大中华区的业绩不好，苹果都会表示跟 iPhone 的销售无关，但是这一次不再这么说了，因为 iPhone 的买气真的是降温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近几年 iPhone 的销售表现。2022年的第一季 ，iPhone 的营收曾经突破了700亿美元，写下截至目前都还没有打破的单季营收纪录。而且随着外界认为每年推出的新 iPhone 逐渐不再新鲜了，许多果粉似乎对于新机的发表就丧失了期待。截至3月为止的年度第二季 iPhone 营收呢，是来到了459亿美元，比起去年的同期呢是大减超过了10%，这可能会让苹果的危机感就大大增加了。所以执行长库克他是急着昭告天下。AI 功能即将要推出了，而 AI 功能可能就是最新公布年度第三季 iPhone 营收393亿美元，超过预期的原因。但是 Apple Intelligence 想要在中国跟欧盟的市场来推出，还要先解决监管方面的疑虑，因此库克所期待的换机潮。到底会不会如期来临呢？目前来说还是未知数。而目前让苹果最头痛的大中华区市场，营收在疫情爆发之后是一度跌落了谷底，跌到了80亿美元以下。虽然之后是迅速的反弹，但是近一年苹果在大中华区的销售又是明显的降温了，尤其是今年度的第一季营收，比起去年的同期是大减了13%，第二季又减了8%，这甚至迫使了苹果在中国祭出了大幅折扣来促销，改变了过去产品价格才很硬的作风。而上一季营收减幅虽然放缓到6.5%，但仍然是苹果5大区域市场当中唯一一个营收出现了衰减的市场，而且是连续第4季出现了下滑。而接下来呢，至少在短期之内改善的空间恐怕是有限的，不只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消费需求低迷，更是因为中国的手机市场竞争是异常的激烈。而根据 IDC 最新的统计，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竞争有多激烈。今年第二季中国的智慧手机出货量是年增8.9%，达到了7160万只。但是苹果在中国的 iPhone 出货量却是逆势下滑的，导致苹果在中国的市占率竟然跌出了前5名，现在是来到了第6名了。这让中国市场的前5大手机品牌全部都是由本土厂商所包办的，而挤下苹果坐上第5名的小米。它第二季的出货量呢是大幅增加了超过16%，它的市占率现在是来到了14%，而高居第1名的 vivo 第二季的出货量增加了超过17%，它的市占率来到了18.5%。那苹果的市占率目前是13.6%，这也凸显了苹果现在在中国市场的处境有多困难。纽约证交所1号收盘气氛恐怕凄凉，因为市场短短1天的反弹，4大指数又全部收黑，道琼下滑将近500点，标普500和纳指也都微幅下跌，但半导体类股几乎全军覆没，费城半导体下跌超过7.1%，科技股迎来财报周，还好盘后有苹果报佳音。EPS was a beat at $1.40. Street was looking for $1.35. And revenue is a nice beat here, $85.78 billion. Street was looking for $84.53 billion. That's up 5% year on year. 整体销售都比预期还好，不止 iPhone 营收增加5亿美金 ，iPad 也同样增加5.5亿美金，穿戴设备、家居和配件全部成长，服务收入更是创下历史新高。The other thing to note is China. It's down about $1 billion on an annual basis. 唯一无解的是中国市场，苹果在大中华地区销售暴跌6%，但苹果执行长库克要大家别紧张。During the quarter, I should say also that iPad returned to growth in Greater China as it did around the world. And so we continue to be confident in the long-term opportunity in China. 不过整体营收超过华尔街预期，不足中国市场不足。苹果1号盘后股价几乎持平，显见投资人仍站稳脚步。接新闻李梅杰、吕家汉报道。好，接下来带你看到这张照片呢，是一个苦苦等待491天的母亲，她终于盼到了儿子回来了。这是被俄罗斯关押1年多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他今天终于被释放。见到母亲的这一刻呢，两个人是紧紧的相拥。这一次的换球行动，俄罗斯一共释放了15个人。白俄罗斯也释放了1个人，包括了美国、德国还有英国的公民，以及俄罗斯异议人士，以及各
格什科维奇在内，合计是有16个人了。那么欧美国家也释放了以俄罗斯公民为主的间谍，还有骇客等等，总共是8个人。这创下了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换球行动。这对声望很低落的美国总统拜登来说是一大胜利，也对贺锦丽的选情有所帮助。拜登从一开始就直接参与了换球的协商，他亲自说服德国的总理肖兹释放关键的俄罗斯间谍，甚至在宣布退选的当天，他都还在协商，所以对他的形象是大大的加分了。而这一位呢，克拉西可夫多年来都是俄罗斯换球名单的第一人。2019年，他在柏林射杀车臣反抗军领袖之后被捕，关押在德国。能够让他回国，对俄罗斯总统普丁来说，代表他永远不会放弃奉献俄罗斯的爱国者，对于民心士气是一大鼓励。那普丁也亲自到莫斯科机场迎接被释放的人。遭到俄罗斯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终于踏上返回家乡的路途。在历时1年多的秘密谈判后，俄罗斯与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终于达成协议，成功换球。总共有20多名被俄罗斯拘留的人获得释放，也创下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换球行动。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Miriam。美国总统拜登亲自在白宫迎接，全场也替其中一名获释记者的女儿温馨合唱生日快乐歌。拜登形容这一次行动是外交壮举，感谢盟友间的彼此合作。Over many years, President Biden and I and our team have engaged in complex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to bring these wrongfully detained Americans home. 这次换球行动在土耳其居中协调下，一共来自7个国家20多名公民成功获释，当中包含备受瞩目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以及前陆战队员惠兰。glaube, dass das eine richtige Entscheidung ist und 拜登特别感谢德国总理肖兹做出艰难的政治抉择。肖兹坦言，这个决定不容易，但是能够让无辜囚犯重返自由才是最重要的事。俄罗斯总统普丁亲自举行迎接仪式，为返国的囚犯送上大大拥抱，表扬他们对国家的忠诚。镜新闻林黄品杰报道。而在换球之后呢，战争还是在继续当中。北约昨天把第一批 F-16战机送到了乌克兰，那接下来就看能不能取得空中的优势，扭转战局。但是俄罗斯也展开了第3阶段的战术核武演习，把飞弹发射系统还有虚拟核弹头运往俄罗斯的中南部军区，甚至包括了在乌克兰东南部所占的占领区，模拟战术核武部署发射。那外界认为呢，乌俄战争即将要升级到全新的阶段。俄罗斯军车声势浩大，将伊斯坎德尔 M 作战和战术飞弹系统的虚拟弹头转移到发射场。31号，俄军宣布展开第3阶段战术核武演习。测试安装虚拟核弹头，还亲门踏户在乌克兰东南部占领区进行核武军演。人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总统普丁则悠哉接见印尼后任总统普拉博沃。В этой связи напоминаем, что любые заводы на Украине являются законной целью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Любые военные заводы, подчеркну. 6月，德国莱茵金属集团接下乌克兰一张9.6亿美元（约台币314亿元）大单，让俄罗斯气到发抖，也做出攻击宣言。幸好北约首批 F-16战机1号送抵乌克兰，为乌军打下一剂强心针。Все для цього ми робимо. І зараз, якщо вже може досягатися такий вагомий результат у захисті від шахедів, то це очевидний доказ, ми можемо бути сильніші і в захисті від ракет. 多亏北约及时交付 F-16战机，乌克兰空军军备大升级。Достатньо захистити аеродром засобами протиповітряної оборони для відображення перших атак, одночасно піднятися і перебазуватися або зайняти оборону і захищати вже повітряний простір, наприклад, від можливих загроз. 但专家普遍认为，光靠 F-16还不够。接下来，西方国家怎么挺乌，才能扭转乌俄战局？监视姚慧文、蔡琼满报道。
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日前遭到暗杀身亡，以色列坚决地否认参与了行刺的行动。现在内幕逐渐披露出来，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刺客在2个月前就在哈尼亚下榻的旅馆埋了炸弹，一直等到案发当天，确定哈尼亚人在里面，才用遥控来引爆。专机降落，高官一排排站好，不敢马虎，迎接哈马斯前领导人哈尼亚大体。中东各国哀悼哈尼亚逝世，矛头全指向以色列是始作俑者。《纽约时报》1号报道，哈尼亚是遭埋伏的炸弹攻击而死，而炸弹约在2个月前埋设，利用遥控引爆，显示凶手早已预谋。伊朗维安出现破口，但这幕后黑手是谁？以色列打死不认。אני רוצה להדגיש, לא הייתה תקיפה אווירית נוספת, לא טיל ולא כלי טיס בלתי מאויש ישראלי בכל המזרח התיכון באותו לילה, ויותר מכך אני לא מתייחס. 以军发言人只承认了1个月前空袭加萨走廊甘尤尼斯，击毙另一名曾参与10月7号攻击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戴夫，但显然这话令人难以信服。联合国也为此事吵成一团。The President, the Secretary, the Security Council must unequivocally condemn Israel for its horrible terrorist act. It is best not to speculate on the impact that recent events may have on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Middle East. 美国力挺以色列，中国也来凑一脚。我们坚决反对并谴责暗杀的行为，国际社会愿意努力地缓和局势。中国表面像个和事佬，却在哈尼亚身亡当天，百度等各大网站一度以黑白照悼念，比照中国高官死亡惯例，引发批评。如今以哈冲突爆发迈入第300天，停火的曙光更加遥远。今新闻林梅杰、蔡崇满报道。川普在不久之前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套交情，他说金正恩在想念他了，结果遭到北韩官媒的冷漠回应。不过现实可能是北韩可能跟盟友俄罗斯一样，真的是跟川普比较有的谈。不久之前呢，叛逃到南韩的前北韩高阶外交官李一奎，他向路透表示，如果川普重返白宫，那北韩是有意跟华府重启核武谈判，显示北韩的立场可能已经有所改变了。李一奎指出呢，在2019年，川普跟金正恩的越南河内峰会失败，是因为金正恩不懂国际关系跟外交，误信了军事将领的判断。如果有下一次会谈，应该会由外务省来主导，但是川普也就没有这么容易可以搞定金正恩了。而除了国际局势，金正恩还得烦恼北韩的灾情，跟中国接壤的新义州受到了凯米台风影响，爆发了水灾，造成4000多栋的房屋被淹，那么建筑还有公路等设施也都受到了影响。北韩的官媒公布了好几张金正恩搭船看灾的照片，除了关心灾情，金正恩还痛批防灾不力的地方官员。休息一下，继续进转全球。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半，请持续锁定86台进转全球。节目最后带你到巴西的海边。进转全球，感谢你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